这个主题蛮简单，在圈里面叫什么？互联网一查，叫做核弹类的政策。他妈核弹要爆炸了，这是多可怕呀！那这个核弹类政策，金融圈以外的人，大家竟然没感觉。我看国内新闻也不报道，海外新闻也不报道，咱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能是一个特别小的法规，发布这法规不像前面我说的都是那么一堆部委发布的。这个法规很简单，就一个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什么法规呢？叫做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你看这名字还挺拗口，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挺简单，所有银行对于个人贷款业务要明确展示贷款的综合成本，让贷款人知道。这个为什么叫核弹呢？因为这个规定加上央行曾经有的法规《个人贷款管理办法》一加在一起，就可怕了。直接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一种人疯狂的增长，增长到什么程度？增长到难以想象的多。这种人什么人？就是以贷养贷的人。从8月1号开始，刚才我说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这条法规，在中国所有金融机构 all of 所有的国有的、民营的、第三方的全部严格执行，而且叫做24小时就是核查都是信息化系统、大数据在背后核查那这个规定怎么就会导致结果呢？大家想想比如说我贷了一笔款在国内，为什么很多以贷养贷的人能活下去？我贷了一笔款，或者我把贷的款去银行给它取现取出来，或者我把这边贷的款，比如说我从淘宝上借呗贷的款转到我银行卡，再用银行卡还了招商银行的。但是首先这个规则这两个都杜绝了，也就是你要去银行，你要取的现金来自于贷款。8月1号之后，这个钱来自于贷款，咱们都知道现在银行都会问你取现的资金来源但是如果现在你取现的来自于贷款现金，银行的 ATM 机给你出现金的时候，甭管成扎的还是拿的，现在会记录编号的。这个现金的用途不是消费，而是用于归还新的贷款了，那你就被处罚了，这放在里面了，资金会被冻结。第二个，你拿了贷款，比如说你从花呗里拿了一笔贷款放到银行卡，再还其他机构了，那这全过程都是在银行体系监管了，肯定还不了，绝对禁止新的贷款用于归还其他任何金融机构的，包括网贷的贷款跟借款。所以导致什么？导致以贷养贷在这个新规则下没办法做了，全堵死了。以后的结果呢？今年6月18号，彭博社有过一个调查报告，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超过1亿人处于债务逾期无法归还的状态，那个人的不良贷款至少达到2.22万亿元，同比跟去年比增加了21%，创造历史记录。此外，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金融机构每一年处置的个人不良贷款规模都在2万到3万亿元之间，2万到3万亿这里面涉及到的个人的贷款逾期，债务逾期，不是个人因为公司的贷款债务不能归还因此承担的个人责任，而是个人直接借贷出现的信贷逾期那这种个人贷款按照浙大金融报告的范畴，包括是什么？信用卡、消费贷、网期分期、汽车贷款、小额经营贷等，但明确不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因为住房抵押贷款是用房子作为抵押实施的有抵押明确贷款所以没有放在个人债务逾期的统一范畴内。所以大家想想，不包括住房贷款的情况下，中国现在贷款逾期抽期不能归还的人1亿人以上，都是多可怕的情况。此外，调查报告还显示，个人
贷款逾期的人几乎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把身边能借的钱全借了啊，什么公司的、家人的、亲戚的、朋友的等等，全借过了以后，然后才借的金融机构的钱，然后这时候继续出现了逾期，所以这些人未来消除逾期的可能性啊是微乎其微的，就是没有资金来源，微乎其微。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贷款的增长一年已经增加了21%，也就是1/5以上，这么高的同比增长，这是一个极可怕的增长速度啊。那这个1亿多人，就这1亿多人，每年因为这1亿多人就会产生2万到3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啊。但这么多人，这些钱数还是在一个什么前提下出现的？就是更多的人，海量的人可以以贷养贷，没有逾期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形容叫做冰山一角。真正的大冰山在中共国是什么？是远超这些逾期的人的海量的以贷养贷群体啊。目前这些群体研究报告显示，最少超过3亿人，3亿人啊。这些人依靠不停的倒腾信用卡、网贷、各种信贷的这种工具，靠着精密的手机日历提醒，每天计算哪些平台可以借贷啊，因为他们没有逾期啊，他们还有信用啊，所以他就继续借，进而把资金倒腾到已经到期的这些金融债务的，叫隐形大军啊。这些人是中共国个人借贷市场的主力的团队，他们能够没有被列入信贷逾期啊，当然更不存在失信被执行名单的唯一原因，就是在中共国原有金融体系中有一个以贷养贷的漏洞，全知道的漏洞，可以让他们去跑通。但是这一次人民银行就像国家税务总局的金税4期一样，把过去叫税务的口子堵死，这次把以贷养贷的口子通过大数据信息化完全的堵死。所以这时候导致结果，从8月1号以后，以贷养贷的人出现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他妈你贷款到期，你贷不着新钱了，你就算贷得着新钱，也没法用于去还贷了。结果大家就一定能想到啊，跟金税4期一样，那么多企业的倒霉时间是一样的啊，就是8月1号以后，按照不停的周期，那么中共国这3亿以上的人，最终绝大部分的结果就是被推到必然逾期，甚至于最终必然失信的这个悬崖下面啊。这是一次把这些人推过去的大规模运动，说预计中共国每个月都有超过3000到5000万人，以前靠倒腾贷款生存的人员，会快速进入到中国金融体系的逾期名单，而由他们出现的信贷余额都会快速转化为不良资产啊。所以中共国现在出现的同比21%的增长，说到年底可能变成210%，甚至2100%的增长情况，违约曲线从高线性增长变成井喷式爆发，这就是为什么叫核弹级的政策。大家明白了吗？核弹级的政策啊，那与此对应的呢，就是大量金融机构面临的坏账风暴。中国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新增上亿的信用僵尸啊，这些人本来依靠现有收入就完全无法养活自己的人，都会因为失去以贷养贷的方式变成活死人。而且这些人最终一大部分转化成失信这个人群以后，由于失信在中共国的严重的惩罚机制，等于会被剥夺现在社会的生活参与权。所以呢，现在这种失信体制让这些人根本没办法
找到可以还债的工作，因为大量的工作在入职的时候都有基础的入职征信，正式的工作。而金融领域对这些失信人员、违约人员的网络资金账户的冻结，导致这些人连基础的网贷都没办法参与。这些人的数量完全可能超过目前整个国家总人口数量的1/4，而且面临到的是基础生存危机，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最大最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核弹级的政策，确实是。有人说他妈的想不明白，2026年就光这几个月，中国出台了多少这种傻逼的政策了？就中央政府即使社会大众收入越来越低，消费能力越来越差，中央政府为了增加社保池子里冒出有钱，出台强制性政策，让所有灵活就业的群体都要去上昂贵的职工社保，不是廉价的城乡社保。还有什么？还有民营企业生活这么难的时候，中共的中央政府还用金税4期卡死所有民营企业的税收。而且即使民营企业雇佣的是退休人员，也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必须给这些人员上社保，交纳相应的所得税。包括城投公司经营都这么难，全负债的时候，要求城投公司必须跟地方政府剥离，那他妈剥离就一点都没有借新还旧的可能性了，地方政府担保都没有了，所以城投公司那他妈只等着崩盘了，等等包括这次人民银行实施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貌似是规范了借贷市场，减少了中国金融体系未来由于个人信贷坏账大量的坏账出现的危机，引导了正常的消费逻辑，都不借钱了，量入为出。但是就跟咱们前几个政策一样，刚才讲的很多都这样不重复了，就是一定快速导致海量的失信群体出现导致社会大量的不安定因素你让这些人都必须交职工社保，交不起怎么活？所以人家说现在杭州最著名3万人那个大楼，网红大楼，现在全部人去楼空，那楼变成烂尾建筑了，都完全没租金了。说不到1年的时间，3万人装的网红大楼现在全都空了。你们在杭州的人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大楼。这他妈的经济这样子的因为你要求这些人交这些他妈社保，然后企业都这么难了，现在你不干，结果我们社融数据看得出来，民营企业根本不贷款，不打算活着了。然后你又不许他们以贷养贷，全都变失信不执行人员，城投公司都死。这么干唯一的作用是什么？2026年大量这样的海量的法律法规，只有一个作用，就是中央政府负责这个领域的部门可以甩锅了国家税务体系强制收了税，那他干完了可以甩锅了，底下死活不管。社保体系拼命用这个政策收了社保常态性天天监督，叫做全天候，不交就别干，干嘛增加社保？他表面也活了，对呀。然后呢，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摆脱了城投，政府的债务合并报表，政府债务也漂亮了，也没事了。银行不许以贷养贷，银行表面政策实施规范市场，银行暂时的财报也漂亮了。那这些东西对于中央政府来讲，在200斤的傻逼习近平那儿都是可以摆脱责任的，表面上没问题了，但统一的作用是什么？雷全给了中下层地方政府，就是你咋解决就像现在杭州一样，3万人的这个楼全空了，这么多网络上靠自己生存的人，他们在当地的就业环境，你靠什么东西去解决？这么多企业干不下去，这些企业雇佣的人没工作了，产生的危机怎么解决？城投公司最终产生的坏账你怎么解决？这么多个人不能以贷养贷了，活不下去，在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怎么解决？不想，也就是中央把政策出了，部门脱了罪，没问题了，
由此给底下带来多大隐患都不想。为啥？因为底下产生的所有问题归到一块儿，都叫维稳问题，维护社会稳定问题，都是地方政府自己负责的。维稳干不了，那你就自己去处理吧。你看国内这次播的过端午节，你看看什么，包括上海在内什么哈尔滨呐什么西安呐，你看看那些视频，回去看看国内的，我操，那些旅游景点呀，那些地方人群密集的地方，一排一排站的全是警察，全是他妈城管，还有当兵的，你看看国内视频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真没经历过景象。端午节就这个节，你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吗？风声鹤唳的端午节你搞这么多人，你怕啥呀？地方政府这还都是大地方，都是就是这个省会或者直辖市，你怕啥呀？你整着这么多人过来看着，怕不稳定事件出现，怕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你想想现在你这么多的压力，现在都在越来越大的压下来，这些人不活会出现什么情况？好吧，我是在中国活这么多年，我是没有出现过，没有经历过，就是过端午节过成现在我看国内的视频的景象。在国内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呢？给我验证一下这些视频是不是假的？不是端午节什么哈尔滨的河边站的全是警察，一排一排等等，说不是现在的事，是以前的事，都是假的可以给我验证一下。因为我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那就证明国内还挺好没有风声鹤唳的。但如果告诉我不是假的，真的全都靠这些警察，那你说国内过节的这些大众心里的感觉是啥样子，咱就不知道了，好吗？所以我是真不理解，他妈的正常情况到现在了，国家这么差，应该是包容，你就别弄税了，你让企业活着呗，你就别他妈去强征社保，你让民众活着呗，你就别他妈去卡死以贷养贷，你让这些借贷的人活着呗。不，中共很神奇，2026年上半年就是为了上层甩锅，所有的政策都是让底下的人活不下去的，让你们早点死。真的能死吗？而且每一个政策都是批量的人，真的能死吗？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都在见证一个历史，就是命运到了，人不能跟天去赌尽人事听天命，天命到了，真的是这样，中国就到了一个该倒台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所有东西不光是习近平在加速所有的人都在加速，就是逼着大家最后走投无路，所有东西都是逼着下面的人走投无路。那走投无路的结果是什么呢？咱们就看呗。